这个家伙又是跑来洗地跟护航，因为民进党他们心里面 face 就是神主牌嘛，进而扩及到无期徒刑是神主牌，就是在往轻罪化、除罪化处理。民进党一边喊着支持儿童啊，一边弃权反对啊，因为担心他滥用所谓的司法漏洞，所以呢就不要修法了，因为担心吃饭会噎死，所以我今天别吃饭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是不是搞了一个很屌的一个投票，全员逃走中？所以3Q 就是来解释这个事情。因为呢，这个是3读的时候，那为什么是反对呢？因为啊，反对民进党的修正动议啦。因为大家知道，在国会里面投票是这样，他先投一个说你同不同意、赞不赞成嘛，那要先赞成嘛，对不对？赞不赞成这个修法？赞成完之后，你可以再提复议，复议之后呢，赞成方就要投反对，因为我反对你复议嘛，因为你一旦复议了，那原本赞成就会取消，所以这反对再复议，结果民进党全员逃走，完全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投反对复议，全部弃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Q 到底在洗什么地啊？你是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要做效果？做效果没有，我们要做效果啊！我有什么效果好做？谈论国家大事可以做效果的吗？刚开口就被丁特 gank 了一下，做效果，所以3Q 的意思是他平常做直播节目是会做效果的哦，不是认真讨论哦。凯的案子是这样子，叫做幼童凌虐致死罪，就是有人故意虐童，但是过失致死，或是故意虐童、故意致死，有这2种情况。故意虐童、故意致死，故意虐童、过失致死，对一般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家都会认为说你就不该虐童，哦，这是个争点一样。现在没有死刑的是故意虐童、过失致死，因为故意虐童、故意致死就已经是杀人罪了，那杀人罪现在就有死刑，所以这一条就不讨论。绿营跟司法院的逻辑一样，他觉得既然是要放在杀人环节，那他就应该要修的是杀人的法。我暂停一下，拍谁？嘉萌姐，所以是因为蓝白提这个虐童致死加重刑责的这个内容，你们不满意，认为故意致死跟过失致死没有写好，所以你们不同意吗？司法院没有说要修不修，司法院只有说你要修的话，你要修在286比较，你要修286的第5条，不如修271。他的建议其实是这样。然后他还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最后一段，他说啊，如果你虐童犯意上升至杀人犯意时，则依杀人罪论处。所以如果依杀人罪论处，你反而获得较轻的刑罚就不合理。所以你如果去修虐童上升致死的这一段会不合理。这是司法院的意见。那我觉得你们那边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绿营有版本，而且是有死刑2个字的。这个是张启凯的助理整理出来的，两边争点到底在哪里呢？主要是说刑法271跟272条，271叫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叫杀人罪；272呢叫杀害直系尊亲属罪，犯前条271之罪者，加重其刑1/2啊。这个也是相当具有中华特色的法益啊。那绿营的意思是说，从刑法271条增订杀12岁以下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12年以上。那民众党提出来是什么？增加272之1。对未满7岁杀人者加重其刑1/2，以零处方式杀人者死刑或无期徒刑，未遂犯5年以下。所以只要杀害儿童啊，民进党的版本是刑期是12年，民众党的版本呢是无期徒刑。所以其实只要针对儿童这一点来说，那绝对是民众党的增订更加的直接嘛，尤其是前项杀人罪，如果你还是亲属虐杀，那是更严重嘛。所以呢，就是不要让你有这一种所谓12年这个空间，就是以无期徒刑起跳。然后呢，到了286条，就是刚才3Q 说的，施予凌虐、长期疏忽、暴力控制、饥饿、限制自由以上。他等于说把它讲得比较清楚。那这个呢，对于未满18岁之人施以凌迟或者妨碍身心发育权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图盈利那5年以上，这个是刑法286的。那他这边呢，他就去定义什么叫做凌虐的部分但是呢，把你立场更硬直接在前述法条直接加入未满7岁第1项致人于死，就是无期徒刑跟10年有期徒刑。未满7岁之人第2项致人于死，无期徒刑或12年以前有期徒刑。犯第1项，只要你致人于死那你基本上直接就是无期徒刑起跳或者是12年有期徒刑。那绿营的意思是说它的版本比较好其实在我来看就是版本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基本上对儿童这一块我认为啦，越重越好，讲白就是这样。其实讲白了，大家就是要越重越好嘛，就是无期徒刑起跳。你只要简单理解之后，白营这边要的是无期徒刑起跳，然后绿营呢给了一个12年的楼地板，所以轻重就有差。286是虐童伤害，但是如果致死的话要加重其刑，所以他在虐童的那个章节写说，
如果虐童致死也要死刑。所以这2个其实都是要死刑，而且都是对虐童情节加重。所以你们认为现行的法律就足够去惩罚虐童？绿营的修法被蓝白的挡啊，只是绿营的修法没有拿出来吵架而已。这里就是完全讲错，绿营的修法被蓝白的挡。那你就提你的啊，你干嘛去否定蓝白？你可以在蓝白那边，你可以再加提啊，他不要，你知道吗？他就直接把人家挡掉。所以你们认为绿营的法案比蓝白的好，只是蓝白人多，所以过了。心愿就是希望虐童的刑责可以加重啊，不管怎么加重，只要变重，可以不要再有下一个凯就好了。你讲那些这么多细节，其实你说什么故意虐童或过失虐童，那实际在法务上要怎么判断他是故意或过失，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困难嘛。那他如果是故意的，他也可以说是不小心的。所以你看丁特的逻辑很清楚，这边呢3Q 就开始云里雾里，一直绕。就第一个，民进党没有不支持死刑，是我看到的，因为他有提案。睁眼说瞎话。那第2个，我认为在后面打这个反对灯的这个议题，以后就是政治。那大家立场不一样，但是用修法技术的环节来讲，打反对灯就是政治的处理，笑死人了！有人逼你打反对灯吗？有人逼你弃权吗？你民进党就是不要嘛，就讲你只有2种可能嘛。第一，你反对死刑嘛；第二，你为反对而反对嘛。那不然你这个灯号打出来干嘛？人家就是跟你说了，民众党跟国民党团的再修正动议里面，就是要把凌虐儿童致死这件事拉高到无期徒刑，就这么简单。你看他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之后，结论就是你的凌虐儿童在所谓的 A 故意里面留了一个漏洞。说凌虐儿童过失致死，凌虐就是故意的，因为凌虐就是故意，在我认知啊，你凌虐儿童就是故意的，不需要再翻。最后在说什么凌虐儿童没有让他死，你不凌虐让他死，没有这种事。儿童非常脆弱，凌虐就会死，没有死是好运。而且在绿营的逻辑里面无期徒刑跟死刑都是不能被存在。蓝白的版本有一个我觉得最致命的问题是，他如果虐童的犯意上升至杀意的时候，他进法院说我是故意的，刑责会比较轻。那就会出现所谓砂石车理论嘛，就是我第一次撞到的时候，就是他还活着，我要养他一辈子，他如果离开了，我赔他600万嘛。所以如果我杀人的这个情节比较轻，那我就承认杀人就好。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吹毛求疵，因为如果这个版本如果确实有加重，那你们应该就同意啊，不是吗？因为现在他们确实是占多数嘛。那你们版本，如果你们版本更好，那没有问题啊。那是不是可以之后再来协商，再来把它修到更好？那如果修不好没关系，至少蓝白的有在更重，那就好了，那就符合大众民意，就应该支持啊。我们今天就不提，我先理清我们2个对于事情认知的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又不提了啊！所以你看了，回到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加重？如果有加重就干啊！你民进党为什么要留一个12年有期徒刑呢？你就是不敢承认你不加重嘛！这重点就一个，那我们要加重，就这么简单。那至于说司法性问题，这个东西就交给检察官嘛。检察官起诉的时候选法条啊，法官去判啊，怎样因噎废食啊？因为担心走路在马路上会不然被车撞，所以我今天别走路。这不知道在干嘛他们的选项里面有多了一个最低刑度是12年以上，我们的刑度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民进党的好286条，长期疏忽暴力控制，妨碍身心。为什么他加这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把凌虐再附上更多的条件，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说他把那个凌虐的定义把它写得更清楚，你可以这样讲。对。然后你看他从头到尾里面有没有死刑这个选项？没有，但这个是致死吗？这个没有死吧？就是妨碍身心。致死就是死掉了。OK， 致死就是死掉。这个就是有凌虐但是没有死。这是判决书里面的东西。是，你可以发现它里面适用了主要3条的刑法。是，一条是刑法的286，一条是刑法的277，一条是刑法的302。是，对。然后它这个东西是会从重，它的判决方式是有法条竞合问题，最后从重，所以它最后达到最高刑度是有期徒刑，其中一个人判有期徒刑，1审的时候。是，当他有多条法条进来的时候，他有竞合问题，从重处理。所以为什么定这个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定到了无期徒刑到死刑，就增加死刑嘛，最低刑度无期徒刑嘛。那基本上只要涉犯这个的话，那他就有一个从重，就会死刑就会进来了，就不会有什么3Q 哥的什么砂石车条款里面鬼扯淡。徒刑1审的时候是。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发现它适用的法条是286，而不是272。没错，没有或者271是杀人，272是那个直系血亲，是加重其刑。所以是它不会适用271的情况下，这次修法如果没有修正286增加死刑选项的话，凯案就不会有死刑的选项。是。你知道3Q 在这里面被 gank 的最关键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3Q 进来之后，他想要把大家往一个方向带是什么？就是民进党的版本比较好。你看我们有照顾到法条的一个这个均衡性啊。当然，你看我们也是有死刑，我们没有反对死刑啊。可是最后在张起来小编的解释这样你就很清楚了。不管你修271、272或者是286，不能逃避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你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想让虐儿这事情被加重嘛？就丁特一个问他说：“有加重，你为什么不支持？你真的不支持啊？你看全部投反对啊，除了蚯蚓案错之外
哦，那所以后来陈万安就跳出来啊，平均只判26个月啊，民进党反对重罚虐儿犯。前天呢，立法院3度通过286刑法，强化虐儿刑责，针对这项修正，只有国民党、民众党投同意票，民进党这一边喊着保护儿童，一边弃权的。如果以3年刑期罪最重罪标准，过去10年以内286一审轻罪判决达到7成3，平均刑期更只有2020年的高峰64.6个月，大幅下降到2024年的26个月。所以民进党的所有判决都在往轻罪化判决，都在往轻罪化处理。然后我跟你讲，这事情竟然还有案外案啊！这个导演叫 Gino 啊，一个艺人啊，他说凯凯条款通过，虐杀7岁儿童以下可判死刑，终于啊，接下来要有执行期限，不能延宕下去。大家辛苦了，没有白费啊！凯凯，你要保佑那些害你的恶魔全部都到你面前去下跪道歉呐！真的不懂那些弃权立委在想什么啊？他呢，长期就关心这个儿虐条款，去参加游行哦，他不是随便贴哦，他是真人到现场拿牌子，然后自拍，然后就抛上去，就他就是关心这件事哦，他不是来蹭的，你知道吗？然后只是因为他叫什么，真的不懂那些弃权立委在想什么啊？谁弃权啊？因为民进党弃权呐，所以呢，军友被青鸟出征到删文道歉呐。那网友说啊，军友误解条文啊，事实上针对刑法第271条修正，针对7岁儿童到虐杀部分超也有共识，不需表决。较大是286条，是否将过失致死也纳入死刑范围？3党未达共识，因此进行表决，部分立委弃权反对。然后呢，就攻击他啊。批到最后 ，Gino 受不了，说：“好，谢谢各位批评指教，我确实忽略了每家媒体各有角度。关于286，我会更仔细研读。虽然不是我本科专业，我会努力去了解。我在乎是让更多恶人看到凯凯条款通过，不再轻举妄动。删除部分文字是为了让讨论更聚焦，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啦，发生对儿童的关切啊，有错就认，我会修正。台湾发疯了啊，可怜呐，青鸟真的是有够狠啊。”台湾已经疯到这种程度了。